好，回到寰宇全世界来关心最新的消息啊，也就是台美关税的谈判终于拍板定案，历经9个月终于有结果了。台湾的代表，也就是行政院的副院长郑丽君，在美国召开记者会表示，台湾取得了2个最优惠的待遇，一个是对等关税是15%，而且是不叠加，是美国贸易逆差国当中最低的税率。第二个呢，就是美国未来如果课征232条款关税的时候呢，美方承诺将会给台湾最优惠待遇，这是这一次台美双方谈判2个最重要的成果。另外也听到了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特呢，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指出，在川普任内，目标就是要将台湾整个半导体供应链产能的40%转移到美国。他也提到，这5000亿美元相当于头期款，用来把半导体制造，特别是制造能力整个要带回美国。好，首先呢，我们要从这个投资金额来看大家都在看说15%，尤其是比较跟我们这个比较近的日本啦、南韩啦，都说我们都是15%了，那都是一样。可是以承诺的金额现在2500亿再加2500亿就是5000亿美元。这占台湾的整体的 GDP 来看呢，其实是56.8%，比起日韩不到20%，我们确实多了2倍以上还更多。那所谓台湾企业投资2500亿美元，政府提供2500亿美元的信用保证，我想问的是，陆老师，您是这个财经专家有哪些哪个企业有这种条件能够买单？您怎么看这次的这个？台湾在半导体跟科技产业目前最有能力的，当然就是台积电。那他因为这次的这个谈判，这个 MOU， 他并没有排除台积电，所以台积电已经承诺的1650亿美金，算不算进去就有争议了。如果算进去的话，就剩下就企业投资2500亿，就剩下不多了。第二个，台湾目前的半导体科技产业有能力也有需要会去美国投资，大概就是几家了。鸿海、EMS 就最大的厂，第二个就是这个英业达、微影，他们是做云端的伺服器的，第三个像这个晶片设计商，如果像 MediaTek、联发科或 UMC、联电这种有可能，其他的厂如果像设备厂，去投资那个金额都非常的小，另外剩下封测的话，就只有日月光跟那个晶圆店。这唯一有可能去投资的，就大概就这几个类别，但我相信金额都不会像台积电这么大，也不可能。那所以台积电可能会占所有投资金额的是最大宗了。那这里我也要想说，这个有一个疑点，大家可能问了，就是说以为是2500加2500可能是5000，但是它是这样的：第一个，它是企业自主投资，它没有给你期限，所以它没有要求你3年一定要投资完，这是跟日本、韩国他们不太，他没有给你定一个期限了。对，这是对我们企业来讲是最好的。第二个呢，你实际投了多少金额，它也没有限制，只是说你希望将来投资到2500亿，总额是2500。对，第三，你投资2500亿，那政府融资保证2500亿，信用保证2500亿，这2个并不是完全可以分开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企业去投资2500亿，那这个2500亿政府把它保证用信用保证叫 credit guarantee 的话，那就是2个可以结合在一起。就像台积电，你说它没有融资吗？有啊，台积电去美国投资也是向银行借钱啊。那当银行借钱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公股行库借钱给他的话，这就是政府的信用保证了嘛。政府信用保证有好几种嘛，一个是国库来保证预算保证，第二个呢是经济部或者是科技委员会的这个国发基金这种的一个科技委员会，他们有提个产业创新基金这种的保证。第三个，中小企业信保基金的保证，像这种保证就有这种形态。那像中小企业，如果小型企业跟中小企业信保基金有保证的话，将来会获得80%的理赔，所以对这个银行来讲，它的风险就很低了。您觉得这次的谈判结果，因为在一片欢欣鼓舞的声浪当中，也有分析跟看法认为是短多长空。您觉得呢？对台积电来讲是这样没有错，但对其他企业来讲是好的，因为像脚踏车、木材工具机，全部他们的税率都降低了。
所以对其他的产业来讲是好消息。那对台积电来讲，我们只是担心的是说，是不是人才一直往美国去，还有对内的投资是不是会减少了，一直往美国去投资，确实变成在台湾投资减少。所以台积电这个礼拜魏哲家董事长出来讲，他说没有哦，没有减少哦，我们这个台湾投资还是持续增加。所以而且这次法说会他特别强调一个重点，就是在台湾的投资还持续增加当中，而且我们按照台积电投资的时程它第一厂目前就是4奈米的去年才开始生产，那第2厂要2027年下半年才开始量产，所以那第3厂呢，可能川普下台了以后都还没有开始量产，所以这个能不能完全像卢特尼克讲的说40%的这个供应量能够移到美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在现阶段，听到卢特尼特讲说，哎，你们只要让川普开心就好了，因为川普 happy 不 happy 是最重要的可是问题是，刚刚你也点到重点，就是说以拖代变可能是一个台湾目前在采取的战略。可是，在这个结果宣布之前，刚刚也提到台积电有举办法说会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家也表示说，未来在 Arizona 要买地，要打造一个超大型晶圆厂聚落。那外界也质疑，会不会是因为跟这次的关税谈判有关系，等预先铺排有让利？那财务长呢，就是黄仁昭，他就受访表示说，在美国扩大投资跟台美贸易协议无关而且台积电也没有参与任何的关税讨论，纯粹是对于未来的 AI 浪潮充满信心，而且也强调一件事情，最先进的技术仍然会留在台湾开发。好，那问题来了就是说现在在这个谈判结果一公布之后，有人觉得很棒，有人也觉得说这要担心的就是因为是科技产业外移的后果，将来大家怎么样来承担？以拖代变的战略，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将来川普卸任，那美方如果拿着 MOU 要这个台湾履约，台湾有办法说不吗？因为先前在川普 1.0 中美发生了这个贸易战，拜登就强调中方没有履约，所以要进行采购，可是中方就有实力说不，可是台湾没有，那怎么办呢？大使，美国人是讲契约神圣的，有人认为说还可以拖，我认为拖不了。美国人账是清清楚楚，美国最多的就是律师跟会计师，他盯你的账，你就不要承诺，你这个压花下去你跑不掉的。你不要把美国人当作是傻大粗美国人都是律师脑跟会计师脑，这一点你要记住美国人，我告诉你那本账比我们清楚多了。你承诺过的事情他不会忘记了，这个就是卖身契签下去了，就是一辈子这是我看法，我对美国人看法。你跟美国人打花，你试试看，你跟他打马虎眼看看，哪有什么马马虎虎的，哪有什么不可能的，你承诺就是承诺了。我告诉你。川普下台了，美国政府绝对把这个继承下来了，不管谁，他不会忘记了。不管是共和党或者民主党，你答应的你政府做答应的这是第一个啦。第二个这个努特林克在这个我不晓得我们这个民进党的宣传怎么做的不过努特林克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记者的时候，美国记者是一种非常惊讶的他说你们怎么可能拿到这么好的条件？怎么台湾会做这样子的让步？5500亿。日本才拿了5500亿台湾5000亿，对5000亿，日本才拿5500亿日本有说有以哪一家公司去美国吗？没有当时石破茂说我们只是做信用，我们是去投资，然后呢，我们政府只做信用保证，而且跟日本人讲，你不要忘记投资还可以赚钱虽然赚的钱美国分的多一点，可是呢，我日本还是去赚钱的对，韩国3500亿。造船业为主，它的核心实力，请问这个海力士去了吗？我们讲这个所谓记忆弹半导体，海力士跟三星是全世界的最先进的，去了吗？没有为什么我们的逻辑晶片都要去呢？所以呢，美国的记者是不相信的口吻说，怎么可能台湾会答应这些事？川普的手下他好朋友努特林克怎么讲？他说。因为他们必须要取悦我们的总统，对 ，they need to make our president happy。就说了个大白话的。他为什么要让我们的总统干？他说，因为川普是台湾安全的关键。
所以他认为你就是靠他。那韩国的安全难道不是关键不是美国吗？他也不会这样讲。韩国跟日本也需要安全啊。对啊，人家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说我们台湾的安全？的川普是台湾安全的关键，所以呢，就变成美国人都认为这不可能 ，too good to be true， 怎么会谈出这样的结果？大使，您提到了安全哈，谢老师我请教，因为最近对照另外一件事情啊，就是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国防部的副部长徐思俭啊，他表示说呢，这个台湾政府推动的军购特别条例啊，总金额是1.25兆台币，这大家都知道啊，和美元的话，大概是折算是390亿美元。相关支出呢，其实分别是政府对政府军购，还有商业采购，以及台湾本地的生产制造，并不是都是对美采购。他要强调是这一点啊。然后他也说呢，大约还有3000多亿的台币是用在台湾自己本岛内的生产，其余的资金呢，则是对于这个对外的采购哈。所以您觉得台湾的国防的军购跟这次台美关税的谈判之间有联动性，还是一点都没有？您觉得？我觉得如同介大使这样讲，美国做的是律师，他不会把它挂在一起，因为挂在一起对他不利。挂在，而且台湾没有办法要求把这个挂在一起。而且就以这个特别预算来讲，对美军售的部分，其实在关税抵定之前都已经谈得差不多了。那剩下的就是我们委托美国政府当我们的专案管理人，然后由这些美国的国防部的人去跟那些美国国防厂商去谈后续的细节，所以这过程当中，美国国防部这些人是不会顾虑这些的。那商售的部分是我们跟美国的厂商谈，那就是在商言商，看谁会谈判。所以你说这个事情要外溢到军售这边，我觉得现阶段不可能。台湾的军售谈判，就是特别是对美这一块，不管是因为军售，我们是委托美国国防部的人帮我们做专案管理，所以从选商到细节的敲定，其实是美国国防部的代表我们去跟。